今天是2020年10月8号，是我们这次 Thunder Bay 秋游的第6天。我们今天要走的是 Sleeping Giant 省立公园里面的巨人之手步道 Head Trail。这个步道往返只有16公里，大约5到6个小时就可以走完。所以我们也不着急，一大早起来在 Thunder Bay 酒店附近的公园先转了转，差不多10点才从酒店出发。我们顺道又去了 Hillcrest 公园和 Terry Fox 纪念碑。从 Thunder Bay 到 Sleeping Giant 公园80公里，1个小时的车程，沿着17号公路往东走大概半个小时，转587号公路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，一路上秋高气爽，蓝天白云，正是这里的金秋时节，湖光山影，五彩缤纷，还真是有一些人在画中的感觉。在587号公路上经过 Marie Louise 湖边时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沉睡的巨人。我们11点半到达 Marie Louise Lake 营地中心，因为错过了一个路口，让我们多绕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我们的62号营地。到了营地，我们首先就是把帐篷搭起来。这个已经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第3个宿营地了，所以搭帐篷已经是轻车熟路。下午1点半，我们到了 Cabrini 步道南边的起点。公园里大部分的 trail 都可以从这里出发。这个就是路口的公园步道示意图。我们今天的路线是从 Cabrini 转 Sawyer Bay Trail， 最后到 Head Trail。这个步道路标感觉像公交站牌，最上面标的是当前位置，中间是步道的方向、距离和难度，最下面是一些简介，非常直观。只是这上面没有 Head Trail，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走错地方了。很快我们就到了第一个岔路口，路标上依然没有提到 Head Trail。 然后往那边走，对对对，西来往这边。我们现在走的是 Sawyer Bay Trail， 这一段路很宽，也比较平坦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见自行车骑过的痕迹。还真有人骑自行车进来，你看看。这是我们今天遇见的第2个路口，路标上还是没有 Head Trail。 从这里我们要左转去 Sawyer Bay， 还有 3.1 公里。接下来仍然是大路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非常安静。可能这个时间点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去了。到岔路口了吧？是吧？看看，到岔路口了，看看 Head Trail， 还有800米啊！我们走了快6公里，才第一次看到 Head Trail 标志。往前面走还有800米。对，往这儿走。对，你看看这个方向吗？对。OK， 这是 Head Trail， 往前面走还600米。这是 Sawyer Bay， 还有个小厕所嘞。啊？你看那边又是一个看点，就是2个看点。哦。还可以看病。对呀。哦，这不错哎。这个地方看病不错。这个看病。没有，我这看看湖边啊，我也不去动它的东西，看看湖边。挺漂亮的。
我觉得既然能进得来，就应该能出得去。这是一个，这倒是挺，对呀，对呀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对，你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去，别走岔道了。走吧，是的，对的，走。这里边可以搭很多个帐篷，好像。还有600米啊，就要开始爬了。我们终于到了 Head Trail 路口，从停车场到这里大概是7公里，我们走了快2个小时。如果骑自行车快一点的话，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。所以如果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租个自行车，不仅省时间，还省体力。这个到 Head Trail 还有1.4公里，我不知道爬升多少，现在是3点20，咱们争取在5点之前到山顶。好了，出发。马上就到那个它的头下边了，已经上升了100米。刚才从我们刚才那个山脚，这个地方还是真是有一点点陡哎，老婆，怎么样？这个地方有50度、60度了吧？看见没？应该那个就是巨人之手。爬上面那个视野开阔很多了，应该上面马上就到了。那个地方顺着左边走，对，有一点点滑。行了，应该还有20分钟就能到顶了。这点土松的啊，这些的沙土，你注意往边上找。你可以顺着右边走就行了。哎，那种小树枝你可别揪它，那可承受不了。还有多少远？不知道。几百米吧，我觉得应该20分钟。几百米？我觉得应该就是20分钟。走，走呗。你看看，就这一路上去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对呀，它总共就是几百米距离，就是陡。这条路是公园里边最陡的步道。一般的登山路都是之字形来缓解坡度，但是这里感觉从下边到山顶直上直下，没有什么转折，所以坡度特别大，很多地方目测有50-60度。不过好在这条路是在树林里边，所以倒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危险。这现在就到顶了，然后警告你离悬崖远一点，一切安全自己负责。看没有，这个标记就在这儿呢。
哦，这有一个 lookout 这个地方。对呀、哦，爬那边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但是还是往前面走一些。应该是这样吧？还能往前走吗？不能往前走，那边还可以走一点呢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是咱们好像出来最好的一天天气是吧？对呀、要不要坐这儿歇会儿？好。哎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现在有什么东西吃啊？哎呦，都在我的包里呢。来 ，Cheers。那个，不是把这石头靠过来了吗？哎呦，你小心呐！我们是4点半到的山顶，待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准备返回。临走的时候又发现下面的那块大石头也是可以过去的，所以下山之前呢，我们又过去看了看。巨人之手完成任务，开始往下山了。大概再用2个半小时能够回到营地吧。那今天应该时间还算比较早的。这个风景确实不错。我们刚才开始一看到这个 lookout， 一看人标记也挺好，我以为就这样子了，结果后来。对，后来这个绕过一圈，居然发现那边有个更漂亮的。这边是看峡谷，那边是看那个 Thunder Bay， 就是那个海湾啊，湖湾，大湖，加上那个 Thunder Bay 那个小城，不过小城离得太远，感觉好小，像个小渔村似的。然后拿着望远镜可能会好看一点。行了，现在下山了。比想象的要稍微的容易一些，感觉。行了，应该下山应该快一些，我觉得。是这吗？对。那你就走了，那也没问题啊。我也可以走这儿啊。对，这个没事儿。对。对，只要别踩到它那个滑点上去就可以了。我感觉下比上还难呢，快，但是感觉要危险一些，你觉得吗？感觉就是那会秃噜下去那种感觉。我是真以为还有比这更难的陡坡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上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山路。咱们现在已经连续下了10分钟了，好像下了10几分钟。这么下了这么半天还没到底，所以刚才咱们是怎么上去的？但是上去那么一步一步吭哧吭哧往上走，其实下的比快多了。
这到平地了吗 ？OK， 终于下到山底了。然后我们是5点多少5:25开始。 ？5点25开始下的，现在是6点06分，正好40分。我们上山的时候是用了多少？用了1个小时15分钟。1个小时15分钟，下山用了40分钟差不，多，咱们原来也是用一半时间，基本上下山用了一半时间。行了，现在就开始上下7公里平路了。今天可能不需要用头灯了。谁在这点的篝火啊？对呀，他们在这 camping 的人，什么时候吧？以后吧，将来吧。这个可以考虑。那真的很漂亮。现在是7点20了，然后呢还有2.5公里，我看大概半个小时应该能到，所以想着看看吧，今天不用头灯了。